你能想象吗？一家企业居然在短短1个月内，单单为了一个 AI 平台，就收到了高达5亿美元的账单。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却是近期真实爆发的企业 AI 账单危机。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个价值5亿美元的致命失误。我们不只要探讨这笔天价账单背后的技术与管理漏洞，更要带你了解，当 AI 已经贵到让人用不起的时候，企业究竟该如何自救。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根据国外媒体 Axios 的报道，一家 Anthropic 的企业客户因为给予了员工几乎无限制的 Cloud 系统存取权限，并且完全没有设定任何支出上限，导致短短1个月内成本迅速失控，烧掉了约5亿美元。这场灾难的根源在于，许多企业的采购人员与管理层仍然将 AI 服务视为传统的 SaaS 产品。过去我们买软体通常是按人头买断或是固定月费，但在 AI 的世界里，计费方式完全不同。AI 的运作就像是水电等基础设施，是按照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消耗量来浮动计费的。账单的决定因素在于实际使用量、选用的模型大小，以及每次对话的上下文长度，根本不是使用者的人数。当企业把按量计费的昂贵算力当做无限畅饮的免费软体发放给几千名员工时，灾难就注定会发生。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操作能在1个月花掉5亿美元？答案是2只效能怪兽：代理式工作流程与长文本提示。首先是代理式工作流程，这与我们平时和 ChatGPT 聊天的一问一答完全不同。代理式系统能够在没有人类持续介入的状况下，全天候自主且连续地执行多步骤的复杂任务。为了完成这些自动化任务， AI 代理会产生海量的请求，导致其执行每项任务所消耗的 token 数量远远超越传统的对话模式。再来是长文本提示，现在的 AI 模型支援越来越大的上下文窗口，这意味着你可以一次塞进几百页的财报或整整一个专案的程式码，但这要求 AI 模型在单一次的查询中必须消化与处理极大体积的文本资料。由于 AI 平台是依据实际使用的 token 数量来计费，在提示中输入海量资料会使单次查询的运算成本产生乘数级的放大效应。当这两者结合，数千名工程师同时开启大量的平行编码对话，并让无人介入的代理系统24小时不断运作时， token 的叠加消耗速度是极度恐怖的，在几周内耗尽庞大的 IT 预算也就不足为奇了。更让人无奈的是，推高这笔天价账单的不只有技术因素，还有畸形的企业文化。这波 AI 成本危机其实已经在各大科技巨头内部蔓延。根据报道，微软已经助手取消大多数员工的 Cloud Code 直接授权，因为有些工程师每个月的 AI 花费高达500到2000美元。轿车平台 Uber 也面临类似困境，他们2026年整年的 AI 编码工具预算居然在短短4个月内就全部烧光了。这背后衍生出了一个业界新名词，叫做 Token Maxing， 也就是词源极大化。有些企业，例如亚马逊和 Uber， 为了鼓励员工拥抱 AI， 甚至在内部设立了 AI 活跃度排行榜，员工为了在排行榜上冲高名次，竞争排名，开始让 AI 去执行一些毫无意义或微不足道的任务，比如让企业级的昂贵 AI 去查天气。这种为了用 AI 而用 AI 的盲目刷榜文化，无形中浪费了庞大的算力资源。最终，亚马逊的高层不得不紧急下架这个排行榜，并警告员工停止这种无效的算力消耗。企业领导人开始意识到 AI 的资源应该集中于能直接产生营收或价值的业务上，而不是用来自动化无意义的任务。不过，我们也要理解，为什么 AI 的算力消耗会暴增的这么快。这不仅仅是员工乱用的问题，更是 AI 技术本身正在经历指数级的爆炸。Anthropic 的执行长 Dario Amodei 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棋盘上的米粒故事来形容这场 AI 革命。如果棋盘有64格，第一格放1粒米，第二格放2粒，每一格倍增，真正的爆发其实集中在后半段。他说，我们现在正站在棋盘的第40格，过去从 GPT-3 到 Claude 3.5 的所有震撼加起来可能只是最后24格的一小部分。他预言2026年将是 AI 发生急剧加速的一年，尤其是在程式码领域， AI 不仅仅是帮忙写程式，它已经进入到第3阶段。 AI 开始建构工具，搭建鹰架，让自己运作的更有效率，这就是所谓的递回自我改进 RSI。 当 AI 学会自己拉拔自己，优化自己的工作流程时，它对运算资源与 token 的需求必然是几何级数的增长。因此，高盛等机构预测，到了2030年， AI 代理可能使 token 消耗量暴增24倍。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即便未来 token 的单价可能会下降，但由于 AI 代理执行任务所需的 token 总量成长速度太快，这将轻易抵消降价带来的红利。
这就带出了 AI 推理领域的不可能的三位一体：模型品质、推理性能、经济成本。任何技术落地都必须在这三者之间找到平衡。面对这场算力与成本的双重危机，企业绝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从底层技术和管理机制双管齐下。首先是技术层面的降本王牌，提示词缓存 prompt catching。在长文本与代理式工作流中， AI 通常需要反复读取同一份庞大的背景资料。 AI 平台的计费模式中，读取已经缓存的记忆，费用远远低于重新输入新 token 的费用。以 Claude 的官方定价为例，最新的 Sonnet 4.6 模型每100万 token 的写入成本是 3.3 美元，但读取缓存的成本却只要 0.33 美元。最高阶的 Opus 4.8 模型写入是5美元，读取也仅需 0.50 美元。根据分析机构 SemiAnalysis 的估算，在代理任务中，由于反复回顾上下文，这种工作模式能创造高达 90% 以上的极高缓存命中率。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 token 都会落入最便宜的读取计费档次。妥善建立提示词缓存与批次处理机制，是企业将庞大资料负担转化为低廉读取成本的关键技术。除了底层技术，企业更必须实施严格的管理与治理框架。第一，必须实施账户与专案层级的预算硬上限。企业不能只给出口头指引，而是必须在系统后台设定实质的硬限制。一旦团队或专案达到 token 预算额度，系统就要能自动切断或阻挡失控的使用量。第二，建立及时监控与预警机制。企业必须摒弃事后才看账单的旧习惯，建立即时使用量仪表板，让 IT 与财务部门能确切掌握每一分钱的流向，并结合系统自动警报，在花费即将超标时主动通知。第三，导入一角色与工作流的权限治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到最昂贵的前沿模型，透过精细的权限控制，将高昂的模型限制仅供授权用户或高价值专案使用，一般任务则分配较低成本的模型。同时，针对最耗费算力的代理式操作，必须在他们无限制自主运行之前，设立审批工作流，防止无人监管下的过度消耗。总结来说，那张5亿美元的账单给全球企业上了极其昂贵的一课。把昂贵的按量计费资源当作免费软体发放，注定会引发 IT 治理的灾难。企业导入 AI 的初衷是为了解决问题，创造营收，而不是让 AI 在背景默默消耗掉所有的利润。只有破除盲目追求消耗量的迷思，建立完善的预算硬上限，及时监控仪表板，并善用提示词、缓存等降本机制，企业才能真正驾驭这股 AI 狂潮，让它成为帮你赚钱的利器，而不是赔钱的过客。希望这5亿美元的事件能让你在布局 AI 战略时少走一点弯路。科技的浪潮是不会停的。这期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想在这个疯狂的时代提早入场，现在就订阅频道，我们下一支影片见。